人到底为什么没有3岁以前的记忆？3岁之前的小孩真的开了天眼吗？他们到底能看到什么？你敢信吗？科学家还真的找到了大脑中类似天眼的存在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每当3岁孩童说出让大人不知所措的话时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种解释：因为小孩看到的世界和成人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老一辈的人认为，3岁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，在这之前，天眼还开着，孩童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世界，包括人的灵魂。而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，天眼也在逐渐的关闭。他们认为这一过程大概要持续好几年，大概在女孩长到7岁，男孩长到8岁的时候，天眼就彻底的关上了。那么这一说法有没有一定的科学性呢？在科学研究中，科学家们发现一种名叫松果体的大脑物质。松果体主要负责的神经系统对外界的感知，这也是为什么孩童对外在世界异常敏感。巧合的是，松果体这一物质大概在孩童7至8岁的时候就会走向钙化，也就会逐渐的失去它的功能。所以民间就传说，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松果体正在被钙化，导致孩童的天眼被关闭，进而孩童对整个世界的感知能力都变弱了，再也见不着真实的世界面貌了。但这一说法只是人们的联想，并没有被科学证实。除此之外，佛教对这一记忆的消失也有些许的解释。佛教认为，人的受苦可不是在出生之后，而是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了。试想一下，在母亲那么小的一个肚子里，就藏着这么大身躯的婴孩，还是很不容易的。而母亲在怀孕吃下的每一口辣、每一口冰，对她来说都是受刑般的存在。出于此理由，佛教将母亲的肚子比作了地狱般的存在。因此，当胎儿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啼哭，就是在诉说着自己的苦难。但是对于这种苦难的记忆，不应该伴随着人的成长，因为相较于在母亲肚子里，未来的人生才是真的苦。佛教认为，为了避免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后悔，想要回到母亲肚子里，甚至是不出生，于是在3岁的时候，婴孩就会经历一遍轮回。这个轮回不是生命的再度生长，而是记忆的重新洗盘。这也是说，3岁之后的婴孩就应该尽可能的去理解生活的这个世界，而不应该带着其他世界的记忆活着了。换言之，如果不抹去这些记忆，就有可能造成某种意义上的人格分裂。因此，为了人们能够更好的在此世生活着，这些记忆必须被抹除掉。而象征着新生活开启的那一刻，就是婴孩学会用嘴巴发出语言的那一瞬间。那一瞬间就是婴孩彻底的完成了轮回，开始接纳这个新世界的开端。除了这2种玄学的说法，关于3岁的记忆，科学家也曾做过一个实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人3岁前的记忆到底是被谁偷走了？民间传闻是被关了天眼，而科学界却认为是大脑的搜索引擎缺失了。难不成人类真的是外星人造的高级机器人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早在20世纪初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将人们记忆遗忘的边界年龄定义在6至8岁之间。原因在于，弗洛伊德经过一系列的观测发现，人们对于这个6岁之前的记忆几乎是模糊不清，乃至是一种完全遗忘的状态。因此，弗洛伊德就将这一现象称为童年失忆症。但是呢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，心理学家们渐渐地发现，有些人他对于6岁之前的某些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。换言之，原本的遗忘边界或许是早于6岁的。一些科学家将这个年龄提到了3岁，但也有人表示了质疑。比如美国罗格斯大学就找来了一群2个月到18个月不等的婴儿，把他们分别放进一个摇篮里，随后又在婴儿的腿部绑上气球，只要婴儿一蹬腿，就能看到飞起来的气球。就这样测试了好几天后，研究者又把婴儿抱出了摇篮，等第2天后才将他们放进摇篮中。只不过这次研究者没有给婴儿的腿部绑上气球。研究者认为，如果婴儿真的对气球有记忆的话，那么他们肯定会不断的蹬腿，以看见飞起来的气球。然而实验结果却完全不是研究者想的那样。首先，6个月的婴儿对气球是没有任何记忆的，可9个月大的婴儿却在一进入摇篮这个环境就疯狂的蹬腿。换言之，他们对气球是有一定记忆的。这也是说，并不是所有孩童都记不得3岁之前的记忆。就算你的意识无法描述出这部分的记忆，但显然你的肢体已经有了记忆，而这种肢体的反应本身也是记忆的一部分。可问题在于，为什么人越长越大之后就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呢？关于这一现象，目前科学界是没有定论的。有些科学家认为，这可能是因为搜索引擎缺失了。举个例子，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尴尬的时刻，看见某人却突然想不
不起他的名字，可如果对方给出一点线索的话，又能立马想出这个人的名字。这个现象就是典型的搜索引擎缺失。在最初面对这个人的时候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根本不知道该去调动哪一部分的记忆，而当对方给出一定的信息之后，大脑快速的获取到了关键词，就直接到相应的信息区去搜索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大脑本身就有点像我们常用的浏览器，它必须借助一定的关键词去搜索，而没有办法自顾自地呈现出来。当给出的线索越多，大脑搜索出来的信息也就越多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又搜索不出婴儿期的记忆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人会失去自己婴儿期的记忆？民间传闻是关了天眼，佛家说是为了重启轮回，科学家却说是关键词缺失，大脑引擎搜索不到。3岁前的记忆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在一些科学家的眼中，存储记忆的大脑就像一个搜索引擎一般，只要给出一定的线索，就能立马工作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找到3岁记忆的关键词，不就可以找到那丢失的记忆了吗？可让人有点无奈的是，目前研究发现，3岁的孩童似乎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关键词，或者说3岁的婴童根本没有办法辨别关键词与非关键词的区别，他们对事物的印象全靠一双眼睛，语言系统还没有打通。这也是说，当大脑摄入了太多的视觉信息之后，它没办法将这些视觉信息转换为有效的语言记忆。试想一下，当你还不懂如何描述图片的时候，你的面前又有一大堆的图片在展现，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无力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描述它们，于是大脑就会主动放弃这些图片，将它们闲置在一边。这个还只是科学界一种主流的猜想，另一些科学家就从这个记忆本身来切入，试图找到记忆丢失的答案。一般来说，记忆是一种连接神经元的物质，而人类关于神经元的生长过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大概在3岁的时候，大脑其实就发育的相当成熟的地步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对于新生的婴儿来说，世界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存在，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新东西，迫使神经元快的生长，产生链接。但是诡异的是，虽然这个神经元生长得很快，大脑能够储存非常多的记忆，可偏偏负责记忆转换的海马体还没长好。换言之，大量的记忆虽然在3岁的时候就已经形成，但鉴于没有存储器，记忆只能在大脑中飘散。根据科学研究发现，2岁孩童的神经元数量大概是成年人的2倍，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说新脑子很好用的原因之一。但也由于这些神经元过于发达，负责处理记忆的海马体又还没长成，导致大脑也承受了过重的记忆负担。于是为了更好的运转，大脑就会自觉地将一些处于边远地区的神经元给切断，那么自然而然的人们就会忘记这3岁之前的记忆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似乎不管怎么样，3岁之前的记忆目前都是找不回来的。不难发现，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，还是从玄学的角度来看，大家都认为3岁前的记忆就是人们对于世界最真实的体验。或许这对人的成长来说的确是一种保护，毕竟孩童时代的我们不小心擦破皮都能嗷嗷哭上1个小时，而在之后的人生中却再也做不到这般的任性。忘记出生的任性，或许才能更好的生活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